大家好，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片尾有谜题，记得看到最后哦。今天就让我带你们经历这起美国躯干杀手连环案。纽约市位于美国纽约州南端，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著名旅游景点包括帝国大厦、时代广场、自由女神像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1979年12月2日凌晨，纽约的空气冰冷刺骨，对于消防员来说，这只是一个正常工作的夜晚。但当他们冲进时代广场附近那家名为旅行者客栈的汽车旅馆时，眼前的景象告诉他们，今晚注定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警报声来自4楼的417房间，门被撞开的瞬间，一股热浪夹杂着浓烟扑面而来。那不是普通的烟味，那是一种混合着塑料和某种蛋白质燃烧的刺鼻焦糊味。灭火剂的白色粉末和化学气味迅速弥漫开来，脚下的地毯在水枪的冲击下变得湿滑。房间里的火势很快被控制住，他们打开了手电筒，然后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房间里有2张床，这2张床上躺着2个焦黑的人形，但总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员走过去，他用手电筒仔细地观察，然后猛地退后一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那2具躯干竟然没有头也没有手。纽约市凶案警探随后赶到，对现场进行了评估。这不是一场意外火灾，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犯罪现场。用传单和易燃液体点燃了遗骸，企图让一切都化为灰烬。拿走头颅和切断手臂的行为指向了一个极其冷静和清晰的目的：抹去身份。在那个 DNA 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没有面容，没有指纹，就意味着受害者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警探们勘探着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说明凶手可能是被邀请进来的。现场没有太多挣扎的迹象，这暗示着受害者可能在被杀害前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不是一场激情犯罪，这是凶手留给警察的得意作品，好像在嘲笑现场的每一个人。纽约警方一开始是将417房间的惨案作为一起孤立的恶性案件来处理的。他们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排查旅馆住客的记录，寻找目击者，结果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毫无成效。其中一名受害者后来确认为迪德·古达奇，现年22岁，是一名性工作者。10几岁时从伊朗逃到了美国，18岁时他从长岛的家中离家出走，开始来到纽约街头。他有一个女儿，由于他经常被捕，女儿在4岁时就被送去了收养。另外一名受害者的身份至今无法确认。然而就在纽约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电话从哈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州打了过来。新泽西州的调查人员交换了他们的一系列凶杀案，其作案手法与时代广场的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受害者同样是女性，同样被肢解，遗骸被遗弃在不同的地方。一个可怕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并非孤立的案件，而是一个跨州作案的连环杀手留下的一小部分作品。媒体开始在报道中为凶手取各种耸人听闻的称号：时代广场开膛手、躯干杀手。这些称号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了纽约和新泽西两地上空。案件正式升级，调查的网也被撒得更大了。警方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几年所有的女性失踪案与谋杀案，其中一桩案件再次印证了他们的猜想。1978年，26岁的放射科医生玛丽·安卡尔被发现遗弃在新泽西州汽车旅馆的铁丝网周围，她的胸部和脚部被砍伤，遭到了钝器的殴打，身上布满了咬伤和淤伤，她的手腕上留有手铐的痕迹，而嘴里有胶带的痕迹，她是被胶带勒死的。1980年5月5日，还是在同一个汽车旅馆，客房清洁工在打扫132房间时发现了一大捆毯子，他掀开毯子，发现了19岁的瓦莱丽·斯特里特的遗骸。他双手被紧紧地铐在身后，身上布满了咬痕，小腿遭到了殴打。他死于窒息，在嘴上发现了胶带痕迹。凶手在杀害女孩后小心翼翼地带走了胶带，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手铐的钥匙留在了受害者身上。警方后来从手铐内侧提取到了凶手的指纹。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从事性工作行业，这使得他们经常漂泊在不同的城市，失踪几天甚至几周都很难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这让警方的调查变得异常的艰难。终于，一个突破口出现了。一位性工作者向警方报告，他曾被一个男子带到了旅馆，对方试图攻击他，但他侥幸逃脱。他提供了一份非常具体的描述，警方根据这份描述绘制出了嫌疑人的画像，并很快锁定了一个有性侵前科的男子。一时间，所有人都认为抓到躯干杀手只是时间问题。调查人员满怀期望地开始跟踪这名嫌疑人，但结果却给所有人都浇了一盆冷水。经过一番严密的追查，警方发现，在关键的几起案件发生时，这名嫌疑人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在触及真相前一刻，线索化为了泡影，调查再次陷入了僵局。警方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寻找受害者之间的共同点。他们期望能找到一个所有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或许他们都有去过同一家酒吧，认识同一个皮条客，或者来自同一个街区。结果却是又一次的失望。这些女性来自不同的地方，背景千差万别，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以同样的方式终结在了同一个恶魔的手中。在勘探其中一具遗骸时，警方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受害者手腕上被某种医用级别的胶带紧紧缠绕，绳结的打法非常的特殊，绝对不是随手一绑，而是一种熟练工种才会使用的手法。这个细节被记录在案，但当时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纽约和新泽西的警方都在追查这个恶魔，但两个州的警察各自为政，信息交换频率低下，让本就困难的调查更是雪上加霜。他在两个州之间自由穿行，留下一地的血腥，却不留下一丝线索。他似乎总能领先警方一步，在黑暗中嘲笑着警方的无能。时间来到1980年5月22日，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的一家旅馆里，18岁的女孩莱斯利·奥黛尔正在经历她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带她来这里的男子起初看起来很正常，有些温文尔雅的感觉，但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刻，男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强行把莱斯利捆住，用胶带封住了莱斯利的嘴，然后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男人的动作冷静而收敛，仿佛已经演练过无数次。莱斯利看着他从包里拿出了更多的虐待工具，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知道他即将成为报纸上那些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受害者之一。男子对莱斯利开始了长达4小时的持续虐待。男子累了的时候会停下来，用凉爽湿润的毛巾轻轻地擦拭莱斯利的脸，然后继续虐待。在即将绝望的时候，莱斯利求生的本能被点燃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死去。在男子去洗手间的时候，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扭动身体，用身体和床头撞击墙壁，发出了咚咚咚的闷响。巧合或者说是命运站在了他的这一边。由于这段时间汽车旅馆案件频发，警方加强了巡逻。一名警察恰好听到了这微弱但极不正常的声响，他敲响了房门。房间里的男子打开了一条门缝，他镇定地告诉警察，他们只是情侣间在玩游戏。警察从门缝里看到了在床上被捆绑的女孩，以及她那惊恐的样子。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警察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男子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制服住，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的手腕。莱斯利终于获救了，他浑身颤抖，满身伤痕，但至少他活了下来。随后，更多的警察赶到，将这个男子押上警车。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次普通的袭击，这可能就是那个困扰了他们数年的恶魔，这个让纽约和新泽西警方追查了数年的躯干杀手。他终于有了名字，理查德·科廷汉姆。这个名字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没有任何的犯罪前科。当警方公布他的身份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震惊了。理查德·科廷汉姆现在居住在新泽西郊区。他于1946年11月25日出生于纽约市莫德黑文，是家中4个孩子中的长子。1948年，他全家搬到了新泽西州杜蒙特。1956年，又搬到了里弗代尔，在那里，他悄悄地开始对捆绑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1964年，理查德毕业于帕斯卡克谷高中。毕业后，理查德开始在曼哈顿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总部工作。他的父亲是该公司的副总裁。他从收发室做起，
在学习编程课程后，一路晋升为大型计算机操作员。他有一个妻子，3个孩子。在邻居眼中，他是一个模范丈夫，一个会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的慈爱的父亲。他每天穿着西装，开着福特车去曼哈顿上班，过着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然而，当警察打开他那辆福特的后备车厢时，理查德隐藏的另一面浮现了出来。后备箱里是一个被他称为游戏包的工具箱，警方在里边发现了几副不同型号的手铐，一个皮质项圈、数卷胶带、毒嘴用的布团，以及多种镇静剂和安眠药。在他的家里，警方还搜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收藏室，里边藏着从受害者身上偷来的珠宝、衣物和身份证。理查德后来供述，他经常在曼哈顿街头或者酒吧里搭讪受害者，无论哪种方式，他都会请他们喝酒或吃晚饭，并偷偷往他们的杯子里塞入迷幻药。然后他会把半昏迷的受害者哄骗到他的车上，然后开车带他们过河，来到新泽西高速公路两旁的廉价汽车旅馆。他把他们从汽车旅馆的后门抬进去，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折磨和虐待。幸运的人会从药物的作用中醒来，他们赤裸地被扔在路边或汽车旅馆房间的地板上，发现自己被虐待的伤痕累累，但又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他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理查德是一种特殊的连环杀手，愤怒施虐型。理查德的快感并非来自杀戮，而是来自折磨受害者。一旦折磨结束，他根本不在乎受害者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受害者在理查德满意之前就死了，他会继续虐待遗骸，直到满意为止。一旦完成，他会像抛弃垃圾一样抛弃受害者，无论他有没有呼吸，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有些受害者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大多数的都没有那么幸运。而他作为计算机操作员的背景，也解释了之前案件中的一个谜团。那些专业而独特的绳结手法，对于一个经常与电线打交道的人来说，捆绑只是一项烂熟于心的技能而已。恶魔终于有了名字和面孔，但他的面孔却是如此的平平无奇。理查德的审判揭示了他更多令人发指的罪行，最终他因5起谋杀案和多起绑架袭击罪名被判处了数个终身监禁，刑期总计超过200年。对于公众来说，故事似乎在这里就该画上了句号。恶魔被关进了笼子，正义得到了伸张，但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可怕的事儿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把时间快进30年，理查德在监狱里慢慢的老去，变成了一个需要依靠轮椅的老人。然而从2010年开始，他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他开始主动联系记者和调查人员，承认自己在之前还犯下了更多的谋杀案。以下是他承认的部分案件。1967年10月28日，理查德在新泽西小渡口勒死了29岁的已婚母亲南希·西亚娃。10月31日，他的遗骸被发现，当时他全身赤裸，双手被绑在身前，盖着毯子。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3天前，当时他离家去当地的教堂和朋友们玩宾果游戏。他的谋杀案一直悬而未决，直到2010年8月，理查德才认罪。1968年2月15日，23岁的戴安娜·库西克离开家，前往购物中心买鞋。被发现时，他在购物中心附近的汽车后座上被勒死。他遭到了侵犯、殴打，直到2022年6月，理查德才因谋杀戴安娜而被指控。后来的 DNA 证明，他确实与这起犯罪有关。1968年7月17日，13岁的贾卡琳在新泽西州米德兰公园从学校乐队练习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伏击，被理查德用乐队旗帜的吊带勒死。1969年4月7日，17岁的艾琳·布莱斯在新泽西州哈肯萨克失踪，后来人们在萨德尔河中发现了他，他脸朝下泡在水中，法医认定他是被勒死的。1969年7月17日，15岁的丹尼斯·法拉斯卡在新泽西州前往朋友家途中遭到绑架。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新泽西州一处墓地旁的路边发现了他，他被凶手用十字架项链勒死，然后被扔出车外。1970年3月1日，洛兰·麦格劳被殴打并被勒死。2天后，他赤裸的遗骸在一条徒步小径上被发现。2022年12月，理查德因1968年谋杀戴安·库西克被判有罪，并承认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
在纽约长岛杀害了另外4名女性，她们分别是玛丽贝斯海因兹、拉维恩莫耶、希拉海曼和玛利亚尼维斯。期间，理查德一直拒绝谈论一起1974年的悬案。17岁的玛丽安普莱尔和16岁的洛琳玛丽凯利遭到了谋杀。最终，在2022年4月，理查德承认绑架了2名年轻女孩，并侵犯了她们数天，然后将她们淹死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这2名少女最后一次被看见时是在1974年的8月9日，当时她们离家前往购物中心，告诉父母她们要坐公交车去买泳衣，为之后去新泽西海岸旅行做准备。目击者告诉警察，有人看到他们搭便车进入了一名男子的汽车。5天后，人们在新泽西北部皮尔根县的树林里发现了他们的遗骸，遗骸赤裸，面朝下，身上还带着伤。在理查德讲解案件的过程里，他就像一个退休的将军，在回忆录里盘点自己的战功。他用一种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自豪的语气，描述着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罪案细节。他不是在忏悔，他是在炫耀。他的每一次坦白都意味着一桩悬案的告破。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迟来的正义，但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折磨。他们等待了几十年的答案，竟然是以这种方式被揭晓。他们终于知道了亲人失踪的真相，但这个真相却来自于凶手在监狱里洋洋得意的自述。直到今天，理查德仍然活着，声称自己杀害的人数在80到100人之间。许多指控因为年代久远，证据不足，已经无法证实。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他是在撒谎，还是真的背有如此多的命案？接下来是谜题时间，你能解开谜题吗？作家托雷斯有着独自生活的习惯，每到冬天，他就会离开家人，自己去山上的小木屋寻找灵感，进行长篇小说的写作。今年冬天，他带了个新朋友，是他的经纪人汤姆送给他的猎犬。汤姆说，带上这条狗不仅可以解闷儿，更可以为安全做保障。没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星期3的早上，托雷斯先生被发现死在了木屋里。他是在和汤姆通电话时被养的狗咬死的。据警方推测，托雷斯先生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狗猛扑过去，咬断喉咙而死。于是送狗的汤姆成了嫌犯，但却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托雷斯先生被狗咬死的时候，汤姆在5公里外的公司上班，就算他可以指挥狗向人发起攻击，也不可能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发号施令。既然没有确凿的证据，看来只好以狗忽然失控把托雷斯咬死来结案。不过警长托比在认真思考后却有了新的判断，他确定这是有预谋的谋杀，而主谋就是汤姆。请问警察托比凭什么断定汤姆就是主谋的？汤姆又是如何犯下此案的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答案会在下次视频公布。记得关注频道哦，不然下一案上线你可就不知道了哦。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欢迎来到洛奇的密室，我们下期再见。